新舟700被西方卡脖子，中国只用了2年就实现了破局，其战略意义相当深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近日，由中国商飞主办的大飞机杂志放出消息称，新型涡桨支线客机新舟700已经使用国产动力系统，完成了首飞。很多人应该记得，该机曾经选用了全球销量最大的第3代涡桨发动机 PW150C， 但是后来由于美国的制裁，原本已经与中国签署了供货合同的普惠加拿大分公司没有履约，从而造成了新舟70发动机的断供。2020年的首飞计划也因此被推迟。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万没有想到，仅仅2年之后，中国生产的新型国产涡桨发动机就配备到了新舟700飞机上，其性能甚至还强于 PW150C。 外界推测，新舟700所配备的新的动力装置的型号可能是 AEP500。 在国际民用运输机领域，客机的运输成本之中，最少有 20% 是燃油成本，而涡桨客机在燃油消耗方面不到同等级的涡扇客机的 60%。 涡桨客机在1000公里左右的支线航运领域仍然不过时，甚至还有非常庞大的市场。在中国的支线客机机队中，涡桨客机只占到了 5%，而在欧洲和北美，其涡桨客机则承担着 20%至35% 的支线航运任务。预计中国未来至少需要有1000架左右的涡桨客机，这1000架左右的涡桨客机将会助力于我们国家中小城市的发展。那么这次新舟700首飞成功，最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这款涡桨客机，而是它采用的国产新型发动机 AEP500。 据介绍， AEP500 涡桨发动机的额定功率大概在5000千瓦这一级别上，可以说这款发动机是一款具有世界水准的先进动力装置。它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为固定翼飞机提供动力。新舟700是一款双发涡桨客机，2台发动机的总功率是10000千瓦。如果我们要想开发一个更先进的中型运输机，作为运8、运9的后继机，那么这个动力装置就非常适用了。如果未来的国产中型运输机采用4台5000千瓦的涡桨发动机，它的最大载重能力就有可能从现在的20吨增加到30吨。当然，涡桨发动机和涡轴发动机往往是一对兄弟。5000千瓦的涡桨发动机如果变身为涡轴发动机，将会为我们今后开发重型直升机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动力基础。因此 AEP500 这个核心机只要突破了，那么它可以变身为多种不同的动力装置，比如轻型的支线客机、中型的战术运输机、大型的重型的运输直升机。当然它也能够用于我们的舰船或者是地面发电。只要 AEP500 的核心机技术成熟了、突破了，那么它就可以形成一个系列的高性能的、低油耗的、长寿命、高可靠的动力装置，从而为我们的航空、航海以及地面发电提供安全可靠的动力装置。可以说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在航空动力或者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好消息不断。AEP500 的正式亮相，并且首飞上天，
以及 C919客机上所使用的国产动力装置长江 1000A 的加速研制，都预示着我们国家在民用和军用发动机领域已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而且呢，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这几款新型发动机的正式亮相，已经证明中国决心走上航空动力装置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当然，目前的 AEP500 虽然已经装在了星舟60上进行了首飞，但是这款发动机要想成熟，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已经为我们下一代发动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证明谁也无法阻止中国航空工业以及中国航空发动机工业前进的步伐。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